快将莲子服下吧。如果我吃下了莲子，还是好不了，还是不喜欢你呢？这一次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手。那我倒要看看，我对你究竟是怎么样的感情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我对大哥哥没有色心，但对你有。原来能躲开。你愿意带我走吗？在这里，你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这里是雍雪城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。以后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真正的人间。穆玄灵，等我。穆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，穆玄灵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谢雪晨，玄灵，你想起来了？谢雪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伤了你这么多回，是不是每一次都很疼？我都想起来了。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这些都是我该受的，就当是惩罚。不，不是惩罚，应该是什么？心中的泪无人发现，可否还不知疲倦？因心有所念。谢雪晨，谢谢你找回了我。为爱身披风雪，穿越流年，不负遇见。为盼桃花千朵，陪你那一天。谢谢你愿意回来，谢谢。二位有事吗？
是我2人误入了七凤岭，马上就要离开。尊者，我知道尊者是要去寻长生莲，但长生莲尚有许多时日方能成熟。尊者不如去七凤岭东南的山洞看看。我听说山洞里虽然黑暗，一丝光亮也没有，但却生长着许多能延年益寿的奇花异草。尊者不必秉烛，相信也会在那里发现比长生莲更值得您追寻的东西。他还是去了无水之地，守那长生莲。轮镜的诅咒，真的破不了吗？我知道，你是想洞中黑暗，也许乾光君可以化形现身，但即便这样，他们也只多了一息之欢，不是吗？但对乾光君来说，这多出来的一日，他们能怀着对彼此的爱意，明明白白的活着，那就胜过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日了。无情未必洒脱，有情未必多苦。爱过之人，纵粉身碎骨，亦九死不悔。凤香如是，乾光君如是，我们亦如是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呀？你还能去哪儿啊？用血城守护混沌珠，我守护你。无论怎么想，你都得跟我回用血城。我该说你霸道呢，还是无赖呢？都随你，反正你跑不了了。谢雪晨，你的一线牵之术还未解呢，抓这么紧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怕我逃走吧？执子之手，难道只是怕你逃走吗？你不知道这一线牵是姻缘红线吗？穆姑娘，你心里不在意仙盟，不在意人族，你会帮谢雪晨，无非是想看看这无趣的世间还有什么新鲜事儿罢了。其实你心里更在意的是我，对不对？你怎会来此？看来是已经找到莲子了。颇费了一番周折，总算是找到了。玄灵如今已经恢复如初，将一切都记了起来。你不是应该在运秀山庄等我们消息吗？跑这儿来干什么？我察觉到留给穆姑娘的玉牌有异，应是受到了某种攻击，触发了上面的法阵。我担心出事，就赶过来了。玉牌有异，可是我并未感受到玉牌有受到攻击，可能是我不小心触碰了法阵吧，也可能是我吧。我们还是别站在这儿了，出去再说吧。公子，他似乎在逃避你。还没睡啊？你一直没睡，是在担心我吗？你少自作多情。我们势不两立，要不是有一线牵，我巴不得早点摆脱你。
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经过今日凤香那一炸，最好长生莲也死得透透的，这样你死了心，我也不用陪你继续耗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再试试。希望长生莲无恙，我们还能等到采得莲子的那一天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若你回不来呢？若是回不来，一线前会自动消失，那时候你就自己回去吧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别的我又不想听。我想那凤香既然已经陨落，这林中想必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即便是有，我昨天也来过了，不差这一回。穆玄灵，一会儿要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不必管我。那还用你说啊？不愧是长生莲，竟丝毫无损，甚至连周边的草木也恢复得如此之快。长生莲，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！凤香。尊者，你没事儿啊？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昨日才见过，你不记得了？我还不至于连昨日的事情都不记得。长生莲，长生，你们是谁？是谁派来的？来此有何目的？难道凤香起死回生，与这长生莲有关？尊者，我们二人误入此地，不知那是何物。你们方才说那是长生莲，能如此汲取天地之灵气，形成这无水之地，除了长生莲，不会再有其他。服下长生莲便可以长生吗？即使之前受过不可挽回的重伤，也可以复原。当然，长生莲可以助人长生，何况只是皮肉之伤。尊者已是法相之身，已教常人长寿许多，何必追求长生呢？长生久视，乃修道者毕生所求。若有足够的时间，便有可能突破法相巅峰，到达另一重境界。更何况，我时间也不多了。仙盟记载，当年暗族侵略人界，暗域的边境不断向人界推移。人族第一修士乾光君集结仙道万宗之力，结成仙盟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设下万仙阵，隔绝了暗族入侵。尊者如今岁数不高，应还有数百年的寿元，是否是因为受过重伤，才导致寿元大减？猜得不错，但这些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误入此地，但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还是请回吧。可是此地灵力充沛，我们想在此修炼一番。那就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我不喜欢不相干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
你是不是怀疑凤香昨日死而复生，又活了6000年之久，是因为她吃了长生莲？可是她为什么对昨日之事一点也不记得？我也不明白。也许这长生莲确实是有些古怪，而且我昨日见他之时，他也像是第一次见到长生莲一样。我甚至有一种猜想，或许是他出过什么意外，导致寿元大损。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，只能寄希望于长生莲来延长寿数。这过去的6000年，他很可能一直守候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他明明已经得到了长生，却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还要守候长生莲开花。若果真如此，他很可能曾多次来取过长生莲。如果有无用的莲心子被他留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再等到长生莲成熟，也不用再害怕来不及了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嘛？继续等，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奇异之处。他还在。不见了，凤香不见了。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这陆无山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日落了，凤香若还在的话，周围的灵物一定会随他波动。看来他已经不在此处了。但他一定还在不远的地方，这样，他才能明日一早来这里寻长生莲。要想弄清楚这一切，必须得找到他才行。也许在他夜间栖息之地，能找到莲心子。我去找凤香的气息，你回我们原来的山洞等我。哎，凭什么？我都在你身边跟了1天了，到了要揭秘的时候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我的目力又不比你差，就算天黑，我也不怕。我是担心你担心什么啊？这事儿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是非知道不可。你休想将我排除在外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世人服下悟心水，皆为舍弃俗世情爱。他既然已经悟了，你何必强求？若是真悟了，便无需借助外力左右内心，强迫自己遗忘。他被迫忘情，与其道相冲，损身伤心，才会有今日之危。谢雪晨，你说的究竟是谁？悟心水之毒，又是什么？我与他原本属于2个敌对阵营，因一番机缘巧合相识相知，他不顾一切地帮助我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，谢雪晨说的这些他事便被奸人掳走。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熟悉？如今他命在旦夕，难道我怕他等不到长生莲成熟，莲子落地之时，他就会……玄灵，玄灵，你求长生莲子是为了我？乾光君，若他是甘愿忘情，只要他能随心无忧，我便是放手又如何？但现在他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，他越是痛苦，就证明他越不愿。若不解夺，悟心水终会要了他的命的。若乾光君能告诉我莲子的下落，我谢雪晨欠你一恩，来日必还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以何种方式。报恩就不必了。这些年开过的长生莲都被凤香摘下，只是她都忘了。还有那些被凤香留下的莲子，都被我埋在这里。多谢乾光君。长生莲的莲心子，又名众生苦，
雾心草是毒，莲心子是药，世人以为断情绝爱、泯灭情欲便是大彻大悟。然而，真正的大彻大悟是尝尽众生苦、流尽众生泪之后，依然心怀慈悲地爱这个尘世。如此，方为悟心。尝尽众生苦，仍能心怀慈悲，才是真正的悟性。这莲心子，你拿去吧。走了之后，不要再回来了。多谢。每一颗莲子，便是100年的光阴。乾光君，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？这是神的力量，谁也无法左右。你有这份心意，我心领了。乾光君可有找过司命上神？或许从他那儿可以解开这诅咒。诅咒？是啊，这冤枉与诅咒何异？我当时也曾想过去寻司命，可偌大的神境里，只有轮镜上神一人，再无其他神官。这轮镜上神，说起来也挺古怪的。他并非如他说的那样善良，或许他在说谎。他的确说过，有人在说谎。谁在说谎？他说，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谎言。天就要亮了，要是能和他一起观晨光，该有多好。